好了，各位，我要先说这个东西也算是很多人敲碗已久，好不好？其实我最近才好不容易把另一半给收齐了，要找那个东西完整的又很难找，所以呢花了一点时间，好不好？Kamen Rider Ryuki 专用的一个召唤机啊，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在日本都不难找，好找的缺点就是卡片有够难找，又加上龙崎推出时间比较早一点，所以导致我收这个收非常非常贵，好不好？而且我后来去清点卡片，我才发现你必须买腰带组，再加这个机甲组，才可以把整套组起来啊，不然你卡片会东缺一张西缺一张。看着真的很不爽，所以呢，我索性就找了一盒卡片完整的一个龙崎专用这个召唤机啊。然后呢，我要先说，因为有今天是快速开箱，所以呢，我们应该是不会玩全部的卡片，但是我还是会小小的玩一趴好。因为由于它里面收录的太惊人了，所以呢，到时候我们会依序把龙崎的所有骑士全部介绍一轮。它的盒子的话是属于新式盒啦，就是说上面会有那种厚纸板的纹理，让我蛮意外的，有一点点丑。我这边还有小彩蛋呢，可以看到龙崎的一个图像，其实远远看才看到，因为我刚才近近看真是完全没看到。然后侧边的话就是 CSN 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说明书，你知道我在日拍找的时候真的很堵然，每个都是前面很完整很漂亮，后面全空。为什么会这样？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会买这个组合包，或者是买豪华组，然后呢把卡片跟卡盒全部拆掉，可能只留自己喜欢骑士。其实我后来有去认真研究到它的卡片，我觉得它可能应该是采用圣刃那个设计风格，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毕竟它卡片上面没有像往常一样，就是有一些什么读取的凹槽之类的因为以前都是读取凹槽在这里凹槽全部被拿掉了。1:1的龙罩机甲，我笑想这个很久了，好不好？因为呢，当初想说龙崎感觉好像买腰带就好，可是发现不对，少这个东西之后呢，龙崎腰带近乎半残1:1的握把，终于不用像 DX 一样还要在那边露出一个可以全部握住了。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按钮，可以应对一些技能按压这样。那我比较意外一点是，它这个模具的这个线也太明显了吧？这一看就都是组合上去的这看着有点不爽。然后呢，上面这边龙罩机没话讲，超帅，基本上跟剧中近乎一模一样。因为我后来把龙崎再重看一遍基本上涂装都是完全没话讲。上面这个金属红涂装真的超爽，基本上就是金属红跟这种类似那种珍珠漆的一个交替。等下眼睛跟这边应该都是会发光，然后呢，它的声音点的话是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其实看起来蛮没违和感的，基本上就很像龙的鼻孔这样。然后在侧边这边，过去的话是采用电镀但这边的话采用金色涂装，推开之后就可以放卡片而且我现在发现一个点它这个会缩进去对吧？我把这推开，它会弹起来然后呢，往常 DX 的话是插银色这里嘛，但是他们 CSN 只要插这里就好了，基本上算是还原剧中，弥补当初 DX 的不足。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真的是完全 CSN 化，而且我觉得算是很成功的一个作品。大小的话，我觉得跟剧中差不多。龙罩机玩完之后呢，在卡片的部分它的卡片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将很多骑士那种专用卡片全部收录，夜骑的分身契约兽专用的那种技能等等之类的。不错，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些就是那种辅助的装备卡。有发现？我们可能应该再多看几张就会停了。有啦，还是有这种比较特殊的卡片。卡片的话，我们看到这样就好，因为毕竟这样子后续我们开箱才有一些惊喜感好帅哇，超亮，这个等级完全不一样。除了开机键之外呢，它隔壁这边还有一个类似那种语音键，使用对应的卡片会跑出它对应的剧情或是一些嘶吼声这样子然后呢，重点是其实看得出来当年可能没有想要出生存龙钳那把枪你按压这边开机。这样子就会变生存模式跟大家讲一下。虽然说今天是快速开箱可是呢，我要先说，毕竟还是要玩一个骑士所以我决定来玩龙崎最初的那个形态，好不好？这样子的话可以搭配着玩。然后呢，龙崎最初的形态的装备卡的话，第一张这个话是空白形态，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一把剑，跟没有一样。因为呢，我们龙崎这样一冲过去，然后一刀就断掉了。我希望等一下有收录断掉的台词这一张的话是龙崎在还没有签订任何契约时，一直在保护他的卡片。虽然他们是写封印卡我们的龙罩机里面是收录这两张卡片，最关键的那一张绑在腰带的卡盒上面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无双龙给封印进去。我觉得讲说官方这真的很贱。然后呢，重点是我们要先把这两张卡片放进去，毕竟龙崎一开始感觉也只有这两张卡，但是我是建议大家要玩的时候还是不要放进去会比较好，毕竟会伤卡片。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龙崎就会踢到这个东西，这时候就要配上这个音效。这个时候很痛苦，因为你听到这个很刺耳的声音，然后并且有怪物开始出现了。因为由于我们本身男主是属于那种比较热心，打破砂锅问到底遇到任何事情也是直面硬刚。这时候为了拯救自己的前辈被吸进去。这
这个时候是他第一次被卷进去，然后呢意外遇到我们那个类似蜘蛛型的一个怪人啊，也是他成为新人记者第一个调查的一个事件。然后呢，这个时候遇到我们的叶奇在狩猎啊，他想要让他的蝙蝠等级提升。有没有这一段话就是他第一次拿那把剑，然后想要冲过去啊？啊，他没有收入断掉哦，我觉得这有点小小遗憾。这一段话他们战斗结束了，然后他追上去问叶奇说：“这到底是怎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一段话是他们被龙追杀，叶奇跟他说：“你从哪里进来就要从哪里出去啊。” OK， 这样我们就出来了。这算是他前半手势变身的一个剧情啊。我们把这边讲完之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要玩他卡片的部分，毕竟应该都讲到第一张卡了嘛。有没有？这时候剑就直接插在地板上啊！笑死！官方很了解玩家想要什么东西，我傻眼，这个有送哎，买了好不好？绝对值。这一段话就是我刚才说断了的那一句话，他真的有送，我直接傻眼，非常非常满意，好不好？超扯！再最后2趴。他看着越来越多人失踪，都是因为镜中里面怪物嘛。他索性想要老好人当到底啊，去解决这个事件啊。最后就是他使用这张卡片跟我们的无双龙签订契约这样子。虽然说在剧中里面签订契约，他就是直接这样拿出来，然后龙就直接钻进来啊，这是现实，我们还是得插卡。基本上刚刚那一段啊，就是我们龙骑首次完成自己的契约啊，跟我们的无双龙签订契约，然后呢，整个人开始从原本的空白形态跑出龙骑的一个专用特征，这样哇，收入了超完整，你知道我该举到手很酸，所以总共来讲诚意十足。然后呢，再最后就是这一张，的话就是他在空白形态时一直保护龙骑的卡片啊，因为他一直被龙撞。好扯哦！这个是第一话，就是那个龙直接冲过来，这样撞他，我们男主角直接被撞窗户，怎么送这么完整啊？要求基本上空白形态该有的东西，通通都给你，好不好？一个都没有少。好了，所以呢，今天的话算是我们第一弹，好不好？就是玩一下龙骑的空白形态，然后并且搭配我们这个龙造机啊。其实说实在的，我真是玩完之后我才深刻体会到龙造机的重要。好了，所以呢，因为有今天算是加拍一集，因为我真的太兴奋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啊。后续的话，我们帮大家开一个龙骑的篇章，毕竟龙骑的外传让我们的王蛇有一个生存形态啊。所以呢，一定是要慢慢帮大家介绍，好不好？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卡门来到系列录下，请把在边我们下见，拜拜。